小米15 Pro、iPhone 16 Pro Max 这两台手机的后摄焦段是非常对等的，都是主摄超广角和5倍的长焦，而且 Pro Max 跟 Pro 呢，它的后摄从硬件到焦段也是一样的。本期观看的重点有主摄高清模式的对比、超广角高清模式的对比、微距的对比、长焦的对比、人像的对比、夜景长焦的对比，当然还有炫光啊，这些都是值得仔细去看的。开头还是要提醒大家啊，选边站队的事情不要去做，在回复中跟人吵架抬杠的事情不要去做，毕竟数码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是非常快的，您的见识跟阅历的增长速度会更快，用不了多久您就会发现，今天您跟别人来回争吵的东西其实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啊，并不值得关注。关注手机影像的朋友最该关注的就是参与到摄影中来，每期我都会拿着手机去瞎拍些照片，我拍的不好抛砖引玉，就是为了吸引大家能参与到摄影中来。欢迎收看 ZPH，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，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不停更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，所以就非常感谢大家了。前面的照片不要只琢磨是哪台手机拍的，因为是台设备就能拍，能成像的设备都能参与到摄影中来。欢迎收看 ZPH， 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支持我们。那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两台设备的表现吧。小米15 Pro 跟 iPhone 16 Pro Max 它们后摄都是3颗镜头，都是主摄超广角和5倍的长焦，它们都是定焦镜头，没有光学变焦，没有光变。小米的拍摄界面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了，5个焦段切换按钮，这里就不细说了。左上角那个徕卡的小标识是它2种大色彩模式的切换按钮，可以在徕卡经典、徕卡生动2种色彩模式间来回切换。iPhone 的拍摄界面大家就更熟悉了吧，4个焦段切换按钮，这里也就不再细说了。它左上角也有一个色彩模式切换按钮，它内置的色彩模式比较多，10好几种，有的呢比较接近，有的风格迥异。现在就是小米2种大色彩模式样片对比，颜色风格的区别呢还是有的啊，有的场景还是挺大的。那至于说哪种风格更适合您，或者说您更喜欢哪种风格，还有哪种色彩模式更适合哪种环境，这些呢就需要您多多拍摄，自己去寻找了。iPhone 这边的色彩模式呢就比较多了，我挑了其中4种比较特点鲜明的吧，或者说比较诡异的，就放出来大家看看啊。有些色彩风格呢还是比较接近的，它给了这11种色彩风格呀，肯定不是为了让你拍出更接近什么肉眼看到的呀，更接近什么真实环境，肯定也是为了让您拍出自己喜欢、看起来好看的照片。还是前面那句话，那至于什么风格适合什么环境，您更喜欢哪种风格，那这也需要您多多拍摄，在您的经验中去寻找了。在后面的对比中呢，我们只会使用2台手机的默认设置去对比，就不管这些颜色设置了啊，因为不管什么颜色风格也改变不了它们的光学素质跟解析力。那么我们就先从主摄开始聊。从硬件参数上看，2台主摄差不多啊，但是光圈小米这边大很多。拍摄当天呢是阴天，阴天呢就不好测试眩光了，但是怎么能不测眩光呢？现在是小米15 Pro 的眩光，看录屏就能知道这是小米15 Pro 的，这么大的眩光，这自媒体怎么能不说一下呢？前面没有测出来的自媒体赶紧自我检讨一下啊，还没有测的自媒体赶紧蹭一下流量啊。现在是 iPhone 的眩光，看着稍微好点，但是也有啊，反正想让它有它就肯定得有。
是吧？我估计拍摄经验比较丰富的朋友已经看出来了，这么着侧眩光呢，这纯属没事找事儿啊。那至于为什么呢？咱们夜景环节再说。那回到现实，回到生活中来，两边的白天实拍相片啊，颜色风格是有区别的。当然了，我也不知道你们的显示设备都是什么样的，每个人的显示设备都是千差万别的。那么从你们那儿看呢，你们觉得哪边更好看呢？喜欢小米的打1，喜欢 iPhone 的打2。中心解析力方面，小米做的不错，因为 iPhone 那边默认的像素是2400万像素的，小米是1200万像素的。但是在解析力方面呢，小米并没有被甩开多少。当然了，仔细看的话，还是 iPhone 更清楚一些啊。再看一组实拍相片，颜色风格还是有的，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风格呢？中心解析力方面，依旧还是可以的啊。小米这边，小米的1200万像素跟 iPhone 的2400万像素比呢，确实解析力稍微差一点点，但是差的不多。镜组的光学质量，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，这方面的区别就大一些了啊，最起码从成像的区别上大一些。iPhone 那边的边角画质把控更理想。但是这也能理解啊，因为小米的光圈更大，同样相场大小的情况下，光圈越大是越不利于把控边角画质的。那么看另一个角的表现也是如此啊。iPhone 在样片的表现上，它的边角画质把控是更理想的。但是小米这边做的也不错，毕竟它的光圈非常大，比 iPhone 大很多。两台主摄都有高清模式，小米5000万像素 ，iPhone 是4800万像素。解析力方面，这个差距就比较明显了 ，iPhone 的解析力要高很多。我对比了很多组，都是这样的啊。其中差距最小的一组呢，就是这组，都是高清模式的情况下，就是 iPhone 的解析力更高啊。再说超广角镜头，从硬件参数上看，两边是差不多的。但是 iPhone 的超广角呢是支持微距拍摄的，小米那边的微距呢是用5倍长焦镜头拍的，但是它微距的效果呢，只能说一般啊。那么这点咱们微距环节再说。那现在呢，咱们还是先看超广角的实拍对比，颜色风格的差别跟主摄的对比是差不多的，视角差距如图所示 ，iPhone 的稍微广一点点。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呢？两边差不多，但是 iPhone 这边的噪点更多一些。再看一组对比，这回默认状态下两边的颜色风格差别就更大了。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风格呢？喜欢小米的打1，喜欢 iPhone 的打2。解析力方面，要是仔细看的话，是 iPhone 这边呈现出来的细节更多，解析力更丰富。但是呢，也是 iPhone 这边的画面看起来更脏。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，就是边角画质把控上看呢，iPhone 的稍微强一点点啊。那么 iPhone 的超广角呢，视角又广，它的边角画质把控呢又稍微强一点。那么在光学质量方面呢 ，iPhone 做的还是不错的啊，在超广角这边。那么看另一个角的表现也是如此 ，iPhone 的边角画质把控的更强。小米的超广角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 ，iPhone 的超广角是4800万像素的高清模式。但是在解析力方面，依旧是 iPhone 的表现更强啊，这点跟主摄的高清模式对比是一样的。再看长焦的对比，两台手机的长焦镜头都是5倍的光学镜头，感光器是小米的稍微大一些，原生像素也是小米的更高，光圈也是小米的更大。对比呢，还是先从2倍焦段开始对比，但是2倍呢都是他们主摄的数码变焦，还没有到长焦镜头呢。那么中心解析力方面，小米做的更好一些啊，解析力稍微强一点。现在就是长焦镜头的对比了，就是5倍光学镜头的对比了。那么解析力方面，还是小米的表现更好，而且这领先的程度呢还挺大的啊。小米这边的解析力是明显强于 iPhone 的。但比较可惜的是，小米5倍的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跟 iPhone 5倍的1200万像素对比呢，解析力并没有提升多少。毕竟 iPhone 的5倍是没有高清模式的，小米的5倍呢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。那么再对比一组呢，其实也是如此啊。我对比了很多组，小米5倍的高清模式在解析力方面跟 iPhone 比呢，确实没提高多少。好在就是默认模式下比 iPhone 的强。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，两边在解析力上呢也可以说差不多，就是数码计算呈现出来的效果略有不同。现在是超长焦的对比，小米是30倍数码变焦 ，iPhone 最长的数码变焦呢就是25倍了。解析力方面呢，反正两边都不咋地啊，虽然说都不咋地呢，也是小米的更好。再说微距的对比，小米是有专门的微距模式的，它也是用5倍长焦镜头来拍摄微距的，就是大家比较喜欢的长焦微距。
只不过它的长焦微距啊有点凑合事儿了，最近对焦距离实在是太远了，那么最终拍摄出来的微距效果呢也不是很好。iPhone 那边呢是用超广角来拍摄微距的，它没有专门的微距模式，就是你用主摄慢慢接近被摄物体，系统就会切换到微距模式，就是用超广角去拍，然后再裁切到主摄的视角，实际上是用超广角拍的啊，但是它最终的微距拍摄效果还是不错的。从实拍样片放大后的细节呈现上看呀，那确实是 iPhone 的微距效果更好啊，好很多。再看前摄的对比，先说自拍，用的就是手机前摄的默认设置，没有调其他的选项。从实拍效果上看呢，小米这边有一些美颜，但是也尽量保留了皮肤的细节。iPhone 那边呢，你说它有美颜吗？可能有一点点吧，但是我看不出来，那也就是说没有美颜吧。那效果呢就是真实还原。不过两边在实拍效果上的差距呢，其实并不是很大啊，因为后面人像的差别是非常大的，所以就显得前摄的差距没有这么大了。那么两边的拍摄效果呢，我个人都是挺满意的，就是视角的差别有点大啊。虽然说 iPhone 那边也可以调一下视角，把视角调得更宽广，但是默认状态下呢 ，iPhone 有点大头照了。现在是前摄录像的对比，两边在人物肤色上的差别呢，跟前摄自拍是挺像的。但是人物肤色的表现上，我居然觉得 iPhone 的更好看一些啊，人物肤色看起来更红润一些，这点在之前我是没想到的。小米那边的肤色看起来倒是没多难看，只是没有 iPhone 看起来讨喜。那除此以外呢，他们的防抖跟清晰度都是不错的。再看人像的对比，用的也是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，没有调其他的选项。那么这两台手机拍摄人像啊，在两个不同场景下呢，表现出来的区别都是非常大的。虽然说这两个场景的环境光的区别也是非常大的，可是它俩人像表现出来的效果差距，一直保持着挺稳定啊。反正总之让人怎么形容呢？小米那边的人像啊，就是小米心中认为我的样子，咱不能说拍的有多好看啊，反正小米尽力了，把我往好看了拍了。而 iPhone 那边把我拍的呢，就是我在仇人眼里的样子。再看直出扩张度的效果，先看小米这边的表现啊，因为小米有两种大色彩模式，徕卡生动、徕卡经典。那么在扩张度测试环节中可以看出来，徕卡经典的表现还是不错的。首先亮部树枝与天空的分界做得比较自然，暗部它是可以按得下来的，同时还能保留细节。有些难度比较大的场景呢，生动这边暗部呢不但会过亮，而且会偏色啊，就是偏蓝。那我们就用小米的经典模式跟 iPhone 的默认模式进行对比。iPhone 的默认模式呢，暗部也是可以按得下来的，而且它也在极力保留细节，整体的照片观感呢也是不错的。跟小米的经典模式比呢，有些场景它的暗部可以压得更暗，但是到了高难度场景，它的暗部就会缺失细节了，就没有小米的暗部细节保留的那么完整了。再看夜景的对比，那么第一个场景呢，就用一个高难度场景来看啊，两边的表现已经不错了。这个场景难度就在于强光跟阴影的光比差距已经很大了，但是他们的表现都不错。那么第二个场景呢，亮部细节呈现呢稍微有些区别，但是也都属于不错的范围，就是风格不同吧。不过到了第三个场景呢，主摄的表现两边差不多，超广角亮部细节呈现呢是小米的更好。不过换了一个场景呢，这回亮部细节的呈现呢，从主摄上说呢，就是 iPhone 的更好了。超广角的亮部细节呈现 iPhone 就好很多了，而且 iPhone 这边的暗部呢也能保留细节。那么离开喧嚣来到比较暗的城市环境呢，这个环境由于信号灯颜色的问题啊，两边看起来成像的颜色风格差别挺大的，但是细节呈现两边是差不多的。但是这个场景呢，是一个很好的测试眩光的场景。那先说前面一个测试眩光的场景啊，就是右上角有一个强光源，这个时候小米的眩光呢是非常重的， iPhone 呢也是有眩光的，但是有拍摄经验的人呢都能看出来啊，这种环境呢根本就是吧，就稍微有点拍摄经验的人都不可能在这个环境下拿起来相机，拿起来什么设备就拍的，下意识的就回避掉了。这么玩呢，就纯属是吃饱了撑的，没事找事儿。那回到生活的场景中来啊，这个场景还是比较贴近现实，比较贴近生活的。它左上角呢有一个正常的路灯，那么在这个环境下，小米的眩光也是有的啊，但肯定没有刚才那么严重啊，只是能看出来还是有眩光的。iPhone 在这个场景下呢，我换了很多的角度啊，它的眩光控制呢比小米还是更好一些的。
但是仔细看呢，眩光肯定也是有的。不过 iPhone 的问题呢，它一直是不在眩光，而是在鬼影啊，非常清晰的鬼影。现在是夜晚长焦的表现，先看2倍数码变焦的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两边的效果挺接近的。亮部细节仔细看呢，小米处理的更好一点。现在是5倍长焦镜头的夜景表现，小米这边没有意外的，在这个场景下又出现了重影啊，就是散光问题。iPhone 的表现还是不错的。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表现，两边的效果都挺好。现在是城市昏暗场景下长焦镜头的表现，咱们直接看5倍啊，5倍呢，小米还是光学焦段拍摄的 ，iPhone 在这么暗的地方呢，长焦已经不工作了，它是用主摄数码变焦来代替长焦镜头拍摄的，解析力方面的差距还是挺明显的。以此类推呢，后面的长焦数码变焦对比呢，就都是小米的更好了。比如说现在10倍数码变焦的选项啊，解析力、清晰度方面肯定也是小米的更好。那来到极暗环境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。祖传神树场景，无论主摄还是超广角，它们的细节呈现就说差不多吧。超广角的表现 iPhone 稍微强一些。健身器场景，主摄的表现虽然说它们数码处理的痕迹看起来差别挺大的，但是细节呈现呢还是属于同一水平。超广角的细节呈现呢 ，iPhone 也稍微强一些，而且色准方面也是 iPhone 做得更好。主流小路场景，主摄的表现论细节呈现呢，它们两个还是半斤八两。超广角的表现呢，还是 iPhone 的稍强啊，色准方面也是 iPhone 的好。最暗的祖传神树 Pro 场景，我以为这个场景小米主摄的大光圈应该发挥威力了，结果一对比呢，貌似小米的暗部细节呈现比 iPhone 的多，但是仔细看 ，iPhone 那边暗部细节呈现不比小米的少，而且清晰度整体也要比小米的更清楚。那超广角的表现呢，细节呈现差不多，色准还是 iPhone 的好。录像用的就是手机的默认设置进行对比的，它们是最接近微信、抖音等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。现在是白天主摄手持走路的表现，没有架子，没有稳定器，两边的清晰度、防抖都是非常上乘的，颜色的区别还是比较大的啊，风格方面的差别比较大。小米那边看着更沉稳 ，iPhone 那边看着更亮堂，你们更喜欢哪边的效果呢？现在是超广角的表现，颜色风格的差别跟主摄是一致的啊，这点是好事儿。清晰度、防抖两边依旧水平都很高。现在是2倍录像的对比，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，防抖两边都不错，颜色也不错，但是在清晰度方面啊 ，iPhone 的表现更好。现在是5倍长焦镜头的对比，它们都是光学焦段了，防抖依旧两边做的都很好。清晰度方面也差不多，但是细节呈现啊，就是小米那边有些细节的对比度做的是比较不错的，细节呈现呢是比 iPhone 这边强一点的。现在是15倍录像的对比，你还别说，他们俩做的都还行啊，基本上还都可用，防抖也都不错。现在是主摄夜晚的录像表现，这条路还是非常暗的，两边防抖跟清晰度做的都挺好，但是仔细看灯光啊，就是亮光的部分，iPhone 做的更好，而且刚才小米还过去了一道眩光。超广角在这个场景下呢，两边都快盯不住了，但是整体表现还是 iPhone 的强一些。现在是5倍录像的表现，防抖、清晰度两边差不多，噪点吧 ，iPhone 控制的还更好一些。现在是15倍的夜晚录像表现，可以看到亮光部分是 iPhone 做的更好，防抖是 iPhone 做的更好，清晰度也是 iPhone 做的更好。那么夜晚超长焦录像这块呢，整体就是 iPhone 做的更好。到最后一个环节了，咱们还是简单一点。工业设计方面，你们更喜欢哪台手机的造型？请说出你的看法。喜欢小米的打1，喜欢 iPhone 的打2。那么游戏性能、发热、跑分这些呢，就不是我们节目该说的了。想了解这些的朋友呢，就可以去看其他的节目了。OK， 到结尾了。看完前面内容，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，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。别忘了点赞和加关注，支持我们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